以前不会觉得家人到底是什么意义，但经历了真正的苦难跟历练之后，你才会知道家人永远是你最好的避风港。啊？怎样？你要回应一个 professional？ 真的很正常。你刚刚自己说有启发，那奇怪啊，哪有人问的人？因为我们直接吵架。其实旅游然后要拍 vlog 很累。哦，所以从头到尾不开心，我他妈问不下去。拍儿手。VG Group 的品牌理念是希望大家把理想中的美好生活好好收藏在每天的日常生活里。他们旗下的品牌包括北欧老镇家具 VG Living 与各式的餐饮品牌 VG 的 Seafood Bar、VG Encore、通安熟成咖喱、通安乌龙，到最近全新登场的酒吧 Speed Run。今天拍摄的场地赞助也是来自于 VG 的 VG House， 从北欧生活美学出发，打造出一个像家一样舒适的空间，分享老件家具。这边非常适合举办展览，还有各式的餐会与工作坊哦。想过好生活，我们就从认识 VG Group 开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艾尔莎。今天呢，我们来邀请到了一个很知名的 YouTuber 蚁人先生。Hello， 大家好，我是 Leo，A.K.A. 全面蚁人。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认识这么有名的 YouTuber 吗？因为我一定要讲他有名，是因为我真的可以请到他很不容易，因为我最近才破1万订阅。感谢旁边的这个小助手，是我们的那个小小的同事，他的学长呢就是身边这一位。本来今天在录制之前，我就想说，今天有听说有个帅学长会来，然后我就是想象是学长，但他今年也才刚满28岁，就会觉得很烦。但没关系，我们不用用年龄定义一切，因为利游呢本身真是一个故事非常精彩，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温暖的人，大家可以去订阅他。好，那今天呢，我要请 Leo 分享自己的一些人生故事和经历，还有最重要是他人生怎么样在谷底的时候重新站起来。这一段故事我觉得是真的可以分享给大家，然后帮助到大家非常非常多的。因为我知道是好像你在20岁左右的时候，是20岁那年吗？对，就是大概是8年前20岁的时候，然后就出了一场意外，然后意外就让你可能人生有一点改变。你可以分享一下当时真的确切发生什么事？那时候就是骑在我要去打工的路上，然后那天下雨，我记得我就出了一场车祸。虽然是我撞他，可是肇责是他比较大，因为他是切换车道，然后我是直行车，我骑摩托车。就是跟大家讲说，还是不要骑摩托车，意外还是会。那天是有下雨，那天是有下雨，问题是我撞到他之后飞了出去，然后我就撞到停在路边的车子的后车灯那个角。然后就脊椎就断了。天哪！然后你当下有意识吗？还是当下？我醒着，可是我什么都不记得。就是到我爸妈到医院看我的时候，我爸妈才有说我有跟他对话，然后我就跟他说：“妈，为什么我的脚没有感觉？”但我都不记得。当初大概手术完之后1个月就回到普通病房，然后开始复健。爸爸妈妈他们就是知道我的状况，但他们也不用告诉我，他们就是说你就好好复健。那时候也是讲说就是骨折而已，骨折嘛，骨折听起来没有很严重吧？对啊。骨折听起来就是复健几个月，然后就会好，然后就好好复健。直到在1个月之后，医生把我跟家人叫进一个会议室，他跟我讲明了我的病情伤况中，他说我是绝损伤中的 A 级损伤，也就是完全损伤，这辈子可能都要坐轮椅。当然那时候就是接受到这种讯息，就会觉得，医生很喜欢讲一些很严重的事情，医生就说你这个伤口不好好顾，然后要截肢之类的。所以我那时候没有相信，我就想说骨折了，然后就复健嘛。因为一开始的复健都会做很轻微的，对，然后就会做一个叫做倾斜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没有。倾斜床就是你躺在一个床上，然后它会把你缓缓升起来，然后呈现直立的状态，因为脚不能动了嘛。然后就在那个过程中，我就失禁在我的裤子上。就是我在一个复健室，然后我没有预兆，也没有任何感觉，然后我就失禁在复健室里。但你当下是知道这件事，你当下是知道发生这件事了？有啊，有味道啊，有味道，有颜色，看得到啊。
那个晚上，我回到了病房之后，洗完我的身体，我就躺在床上，我没有再搭理任何人，直到半夜。我才开始相信我今天发生的一切，然后就会觉得，哇，医生说的是真的。然后我甚至连收拾善后的能力都没有，我就，那真的是你能体会到什么东西叫做人生的绝望。你就是看着天花板，然后你也不会哭出任何声音，你也不会觉得有任何情绪，但你的眼泪就会一直流下来。就是那天之后，我才发现，哇，我的人生怎么会变这样？那你那时候有除了你自己的这种无力感，还有失落感，你有气吗？你有愤怒感吗？因为他们等于是先知道，但是没跟你讲。但是他们不讲是好意啊，就是为了你好。对啊。经过了多久以后，你才决定理清这样子的情绪，然后再去想人生的下一步？就是从那天之后，我就开始过着浑浑噩噩生活，就算去复健，也像一个没有什么灵魂的躯壳一样，你就是重复在做一模一样的事，然后你甚至不知道我做这要干嘛，有意义吗？我人生就这样，还想这样？这个段期间，我的脾气都很暴躁，就是对身边最亲近的，不管是家人朋友，都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发生我身上，你懂什么？这件事情是我在发生，你们再怎么做，你们都不可能懂我一丁点丝毫的感受。对，我觉得我已经到达了崩溃的边缘。我就是也是一样跟我妈吵架，然后我就对着她说，哭着对我妈说，拜托你们再生一个小孩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她很辛苦养我养了20年之后，我就出了这场车祸，如今下半生他们还要继续照顾我。就是他们这20年来的辛苦努力都白费了。但你有发现，就算你很低潮，或是你真的完全想要放弃，你完全是为他人想因为你知道你跟我分享这一段的时候，你的出发点是 OK， 你们我不知道以后谁要来照顾你们老父母，或者是你们养了20年就浪费了。你有 get 到吗？你完全是为了他出发点就是你是一个过度善良感。虽然你是有自己的就是悲痛或什么东西，但其实你还是在为他人想，就是还蛮孝顺和有爱的一个人。其实就是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嘛。因为我最近在看一些，你知道 X 调查吗？就是他一直在讲一些疯狂杀人魔的故事，很多人会受了一点创伤，然后就会直接反应是在伤害世界。可是其实你根本上还是在担心别人啦。没有，可是我觉得我这3个月内，其实我都是自私的因为我对你发脾气。那你父母是怎么反应啊？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是真的蛮辛苦的，他们也一起经历这一切。他们当然那种很自私的回答就是这样你永远是我的宝贝什么之类的，对吗？虽然这句话好像听起来很老派，然后很自私，但是当下听到的时候是蛮感动的。然后我妈妈坚持不请看护，她就是要自己照顾，然后我爸爸也是处理好之外的所有事情。因为还是要有一个上班，所以爸爸会去上班。对。然后官司的事，有可能康复的手术或是任何资讯，上班以外的时间都会拿来陪我。哇靠，早真的上很伟大。先买早餐来，晚上下班买晚餐来，然后假日可能会跟我妈妈换班这样。他们真的就是一个满满的用心支持和爱这样子。就是这些东西是我不知道叛逆吗？叛逆期还是怎样？我以前完全不懂的。你以前不会觉得家人到底是什么意义？对。但就是经历了真正的苦难跟历练之后，你才会知道家人永远是你最好的避风港。对，他们真的无条件在就是我觉得是支撑啊，用爱支撑。就是他们的付出是完全不会需要你回报的。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是蛮难得的。之后我才发现，其实，在受苦受难的人并不是只有我。他们有千百个不愿意看到我这样受苦，他们甚至会
希望是自己代替我受罪这样。你得到他们很满心的爱，可是你给予爱的方式就是你自己也振作起来，然后你自己也就是站起来。能解决这个方法的方式，就是我必须先振作，因为我是掉进深渊的那个人，他们是被我拉下的人，所以我要自己往上爬。踏出去第一步，他们才有办法走出来。你后来就是这样子就开始决定去拍 YouTube 吗？还没有，我还要读大学啊。对，我一直忘记他很年轻这件事情。哦，对对，你又回去上课，然后上完课了以后就毕业了。对啊。By the way， 你是背景是财经系的。对对对。所以你对这个数字或这个财经就是都没有什么兴趣。原本要读财经系，就只是因为家里是做商的，然后想说可能读一些商的，然后未来可能会帮到家里什么之类的。大学毕业就去工作嘛。我就是因为那时候刚好有朋友在医院做行政助理，然后想说发现不知道干嘛试试。但受不了。为什么？太无聊了，我就知道。那你那时候在做那个工作的时候，你有想到是说就是之后的路径是从这个工作去想相关联的，还是你就真的是直接离开，或是你怎么去找？那时候对于坐轮椅能做的工作的印象 ，OK， 就是那几个，就是不太理解有哪些选择啦。什么彩券行，什么刮刮乐，什么日常用品、铁麦折，好一点的行政嘛。就是我第一份工作。所以你医院这工作结束以后，你就当 YouTuber 了。你那时候就是直接 aim for 目标当个很红的 YouTuber 吗？有人的第一个目标是这个吗？有啊，我就是，可是一直红不了。现在年轻人就是大家会想要去拍影片，就是想要当 YouTuber。可是你那时候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或是怎么样的动机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不知道干嘛。不知道干嘛。刚好有人说，我跟我的partner，然后就说，你们两个废话屁话很多，要不要去当 YouTuber？我说是这样吗 ？YouTuber 屁话很多吗？就是你要一直讲话啦。可是我没有很爱讲话。可是你在你的 YouTube 频道里面明明就话很多。很爱表现，你是闷骚还是怎样？剪辑呀。好，靠剪辑，因为我这人不管要不要剪辑，还要话有很多，所以我是 YouTuber， 不是直播主吧？对，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很红的直播主。大家很惊艳，真的没人认识我，因为有时候要谦虚，可是谦虚又觉得有点不太对。因为他这人是狮子座 A 型。对。狮子座。你可以理解吗？是成功者的特质。好啦，但他是 A 型，我真的觉得血型是我最近真的觉得是很可以分辨一些大分类的人。血型也才4个而已。对，但是因为 O 型的人太多了，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只要遇到 A 型的人，就是他 A 型的人比较极端一点，然后我就会觉得比较成功者特质。可血型就只是统计学而已。我知道，少在那边拿一些财经背景的人的一些数据来讲。而且你在 YouTube 里面有赚到钱吗？有啊。可是我没看到你接什么业配那就是我厉害的地方。所以你有在接业配？废话，没有业配怎么活啊 ？Google 收益那么少。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我是那种1个月大概领个这种10美金。因为我看你的那个 YouTube 频道里面，就是有几集是挑战很多特别的运动挑战。那你有哪一个？我觉得可以放在旁边给大家看一下，是蛮酷的，而且。滑雪那边我真的觉得是蛮拽的，就是你有哪一个运动挑战是你最喜欢的吗？我觉得算是启发吧。启发就是冲浪。冲浪。对啊。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想过还可以再冲浪啊！你怎么可以想象坐轮椅的人，然后可以去冲浪？那你在那个冲的当下，你的那种有什么很特别的什么画面或想象，或是之后真的想要再尝试或走这条路或什么吗？怎样？你要回应一个 professional， 真的太正常，我就已经尝试过。然后你说有什么想象，然后什么东西？你想象未来你可以走这条路，或是真的职业的这个什么 ？No，just try。你只是 try 而已。OK， 就是因为你刚刚自己说有启发。启发是尝试这件事情。OK。对。直接全部都放进去因为我们直接吵架，他自己真的很
奇怪。好，那奇怪啊。那你会想要在哪有人问的人？问的人。好，那你会想要再挑战什么新的项目吗？就是没有试过的都会想尝试啊，因为这些所有的挑战，譬如说是轮椅相关运动，都是以不同的身份去做这件事情。OK， 就是每一个接触都是新的尝试。那你有试过什么那种跳伞？还没，但是滑翔翼那种，你会喜欢那种从上面跳下来那种？那是清单。那是清单，那是你接下来想做。滑翔翼没玩过，但是我也玩过飞行伞，飞行伞超无聊的。怎么说？那你就在那边滑来滑去而已啊。但是也是在天空啊。就是啊，你在滑雪，不是你在滑来滑去。滑雪的刺激性跟飞行伞不一样啊。飞行伞就是你很平淡的在那边滑，然后干20分钟，然后3000块就用完了。因为滑雪也是这样子滑到3000，好没事。滑雪不一样，滑雪我觉得可能速度吗？可能跟教练有问题。我看你那支影片，你那教练真的感很专业耶，他整个 control 的很稳，很强。对啊，日本那一集，那我有看，我觉得那个真的蛮好的。像你去日本啊，或是你出国这些去欧洲这些很精彩的这种旅游影片，在拍的时候，你觉得你最开心，或是你最 enjoy 的时刻是什么？因为其实你还是在拍影片，所以它有点像是在工作，但你又是有点像是记录生活。那你觉得这些东西哪一个桥段是真的是最让你持续想要去体验这种精彩人生，或是尝试或挑战，或经营 YouTube 这本业？没有不开心。其实旅游然后要拍 vlog 很累。所以从到也不开心，我他妈问不下去，烦死。那个压力很大哎。你好像都是自己拍的，对不对？没有，日本那一支就是去工作，但是欧洲这一支是我跟家人出去，所以是比较算是去玩的性质。因为想说要拍一个 vlog， 我压力会变很大。我可以理解，就是没有办法尽兴的玩。对，懂。所以我月底要去日本，我不拍片。就真的是纯粹的那个放松啊，我觉得可以理解啦。可以吧？完全可以理解吧。就是我们也是有时候如果要一直为了工作的话，那一趟真的只能1-2天休息一下。很紧绷哎。对，没有办法，真的很 chill， 好吧？我们跳下一题。怎么主持人问不下去了？是，那可以请 Leo 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持续的正面的迎接生命的种种挑战？就算现在这样子，你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本业，而且其实你的这个 YouTube 的这个频道已经表现得比真的很多人好很多。那你有在这个事业上遇到什么卡关，或是还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会回想当年的那些事件？当然，你说要走出来，绝对不可能完全走出来，但是有时候你就会觉得，有些事情并不是说你一时之间一定要放下。反正就是一段时间，我会需要自己一个人消化一切。那你觉得你现在除了这个 YouTube 之后，你会想要再做其他的尝试，或者职业转换，或是你有什么其他的梦想清单吗？就不是这个内容的经营，是说人生上面。就是跳伞看极光，或是去南极，去外太空也可以。外太空好像现在做得到，对不对？就是做得到去美国买一些什么有什么票的。好像我记得好像是有，你真的有去查吗？有钱就做得到。重点比较是钱的部分。欢迎捐款。持续那个业配啊，持续接那种看不到业配，真的很强。搞不好有一天可以接到什么 NASA 的业配之类。好像有可能其实真的好像有可能因为他们真的有一些那种合作计划啊，就是我之前好像有看那种报道。好，那最后呢，我想要问你，讲完了？不是，你讲一半而已耶。怎么样？我以为你会继续往下讲。没有，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报的内容是什么。我就跟你讲，我们很 freestyle， 大家想知道自己去找。这个呢，是我真的想要知道，就是如果你真的有一天真的可以，真的再回到过去的时光，回到过去还是康复？好，康复好了，这样子讲。就是跑步啊。懂。对啊。就是懂。好的。无言。不是，这真的太失控。你知道我平常是一个多专业的知识型网红，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好的。不是，你可以 freestyle 问他一些现在临场的问题啊。他一直哈我，还据点我
好，我跟你讲，因为就是我们刚刚中断了一下录影，因为他真的不爽我的那个问题太无聊。好，那你觉得你想要被问啊？其实就是你终其一生真的希望有个聪明人问你什么问题，然后一直没被问到过。现在我来问，那你丢给我。还是我问你好了。好啊。所以，姐姐，你交过几个男朋友？也没到那么紧张，就3、5。但我们就是一直在工作这样，所以就比较没男友。但那你有女友吗？我没有女友。你骗。刚分手。多刚刚7月。7月哦，那真的蛮刚刚的哎。那可以真有。你有要真有，因为我的频道全都是女的。欢迎真友订阅我的频道。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你们这种女强人没有男朋友？靠腰，他真的要来反问我，没有那个情境。那会不会是因为你们没有更深入的了解彼此？就是你就是停在那里，你就会觉得说，哦，我们就是同事，我们不需要，好像也有不需要再深入其他的关系。好像也有可能哎，是这样子所以是你自己把自己设限。不是你到底你有在念哲学或心理是吗？我没有你很爱辨思哎，就你的思考，你很爱思考。对啊，就是我不喜欢你把一件事情定义成这样，就是这样。但是考哲学的人是这样，是有一点啦，因为快啊，我快速分类人，然后快速那个，我就可以做很多快速的决策。制作的观念就会觉得，我认定的事情3观就是这样，不会变。但是我很喜欢这件事情有很多种想法，我都可以接受，然后再去思考。所以我刚才会说，就是你是不是有在学这一块？因为你讲东西，其实你是喜欢一个 open 的路径，你不是喜欢一个确定的路。那你这样交到朋友吗？因为你身边的一些朋友可能都没我聪明，你只能比较像跟我这种人对话。哈？干，你真的有在录哦？这集会不会直接掉全粉啊？好的，那我们很感谢Leo今天来接受采访。如果之后我们的频率真的调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我今天真的不知道 what happening here。那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欢Leo的话，就是真的是真有型的喜欢，他是真的最近才失恋。当粉丝也可以，不一定只真有。好，可以去订阅、按赞他的频道，然后真的也是 follow 一下他。那大家一定要记得继续支持艾尔莎啾啾。